还没当爸爸吗？还是不能讲而已？还不能讲。我在长到可能20几岁的时候，我妈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就是有算命的人跟她讲说，我活不过19岁。如果是你真实的你这个命以后就是杀人犯，那你真的会特别去注重他的品德教育？我觉得我应该要给他更多的爱，而不是给他更多的限制。如果算命的说你以后就有可能会离婚，你还会结婚吗？现在那个很多新闻都写说我是什么家暴男什么的。你有摔小孩吗？哦，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眼神都不可以凶啊，我们就说你再这样我要打你咯。然后对一个绿色娃娃，你这样我打你。1岁的小孩哦。对，家暴男。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来到理科太太。真的开始了。开始了。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很开心来到理科太太，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刚才跟他们说，你是我看过最多集数的 YouTuber， 绝对100%。你不要下一次被我发现你在别的 YouTuber 频道里面，绝对，我从来没讲过这句话，因为我自己也是念理科的，然后我发现今天你写给我的那个访纲啊，超级无敌理科，我写东西的时候跟你的那个习惯很像。就条列式的，对，因为你接下来会出的那个戏，你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父亲，因为他们的大数据的科技，他们预测小孩未来有可能是坏人，杀人犯，你们就因此做了一些种种的行为，可是对于你还没当爸爸吗？还是不能讲而已？还不能讲，还没当爸爸，还没当爸爸，还没当爸爸。那你是怎么去揣摩当爸爸角色？你觉得这个功课最难的地方在哪？我觉得当父母，我想象的是有100%的爱吧。你说想象对于小孩的爱吗？对对对，你对小孩爱是无限的。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一点想象，因为我觉得在比如说我们谈恋爱啊，然后我当然从父母的身上，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强烈的爱，可是我不知道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看小孩那个感觉，所以我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做了很多准备，是去带朋友的小孩，然后陪他们一起生活，看他们跟小孩子的相处等等的，就还蛮难的。因为我在生小孩之前，我是不喜欢小孩的，我看到小孩就会逃走。可是当你有小孩了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一开始前面可能前1-2个礼拜还不熟，就觉得你是谁这样。可是久了之后，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愿意为他牺牲掉我自己，对对对，做什么都可以这样。母亲跟小孩的关系，跟父亲和小孩的关系又不太一样，因为小孩从妈妈的身体里面出来，他会有一种天生的紧密。可是爸爸好像就少了这个东西，在戏里面，我对他一开始是有很多的疑虑或是困惑，因为他出生之前，我们就有预测了他可能会是一个杀人犯，所以我就已经带着这个预设立场去跟他相处，所以我一开始是一直在犹豫，说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就像是我没有看过这个预测吗？还是我要用我看过这个预测，所以我要把他教育成一个正常人的那种对待。那夫妻之间呢，有因此什么争执或者是？有其实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讨论。虽然它是发生在2049年的故事，可是它最有趣的就是说，科技一直在进步，可是人性其实还是跟现代的人一样。所以有很多夫妻之间对于小孩的教育的观念不合，或者是我觉得更多人性的辩证。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大纲啊，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在长到可能20几岁的时候，我妈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有算命的人跟她讲说，我活不过19岁。有人跟我妈说我活，这话很重对，那时候20几岁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当妈了之后，我突然有一天想到，就是我妈曾经跟我讲这句话，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跟妈妈讲这么狠毒的话？对啊，而且那时候好像是我2-3岁的时候就有人跟我妈讲了，所以我妈等于是担心受怕的活了10几年，然后到我长大才把这件事情若无其事的讲出来。我觉得有点像你这个大数据去讲说，他之后有可能未来他是杀人犯，跟算命的人跟我妈说，你女儿活不过19岁。那个对父母的煎熬，还有要不要讲？因为我有朋友类似的状况，就说你的小孩19岁会有车关，
那身为父母的就会觉得说，那我要不要说，那我出门都不要让他出门了？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如果今天是有人这样跟我讲，我可能会就傻眼，之后可能骂他一顿吧，就说你干嘛跟我讲这个？所以你会去算命吗？我妈会，你会吗？我不太会。我对于算命比较是，他如果讲好的，或是你做什么事情会变好，我就会去做。可是他如果讲坏的，我就不理他。那就像刚刚那个道理一样嘛。如果是你真实的你有小孩，然后有人跟你说他这个命以后就是杀人犯，那你真的会特别去注重他的品德教育，还是你就是会可以有办法放轻松养他？我觉得我应该要给他更多的爱，而不是给他更多的限制或者是管教规定什么的。但我有观察到非常多的家长，包括我自己，甚至对小孩做出的一些举动，我看起来好像是出于爱，可是是出于我的恐惧。对。就比如说，你网络上一打开，就会说你如果这样做，你小孩以后会怎样？你不可以这样做，不然你小孩就会怎样？全部都这样。然后有些人说，你如果不管教你小孩以后就歪掉什么，就是你的责任。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如果对小孩太严厉，他以后歪掉就是你的责任，就会觉得那怎么办？要信哪一个？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每一个小孩真的都要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教育。就算同一个家庭的小孩好了，我跟我哥哥两个人的个性也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解读，我们两个人也是有相反的答案。我是一个就是从小到大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小孩。比如说在念高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未来想做什么，我都说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是很想当老师，然后因为我以前觉得当老师可以放寒暑假，然后比如说4点就下班。就是一些工作时间很短，我就是一个很懒的小孩，一直是梦想我人生的最美好的画面，就是我轻松的躺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做，这样。我没有胸无大志的那种。那怎么今天会搞到这边来？就搞得自己很忙又很累。对，我觉得是因为我发现我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喜欢演戏，所以我才会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去想让自己在这方面更好。然后这个感觉是我前所未有的。念大2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所以我才为了这件事情去做很多很多的努力。那你算是在大2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志向，然后就往那边走，其实也不错。你在走向戏剧这个路上，老实说，因为你也不是本身是读戏剧相关的，也不是读表演相关的，你再从化学系跳到真的要去演戏，单压成一，真的。这个把它剪掉好了。你是一定会觉得怎么办？就是你是没有底子的，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其实可以有办法有自信的在别人面前演戏？我开始演戏大概可能前10年，我现在也才出道11、12年，我一直都会有这样子的情节，就是说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我没自信。我觉得我生活全部的时间，我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样可以让演戏更好。我平常在吃饭，我走在路上，我一直都在观察路人，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更靠近我心目中好的表演。但是的确心里面真的会一直有这种不安全感。会希望把事情做好的人，在做一件第一次做的事情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有一些不安，外界的人看不出来，但是内心的一些坎要跨过去。我就想，如果今天要叫我去唱歌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凭什么会唱歌？我会发出声音没有错，可是我不敢，所以我就会很羡慕那些敢跨出去做的人。我就想要知道那个心境的转变。你是可能有歌唱有戏剧，对于大家来讲，可能现在的观众他们说不定有在思考要转换跑道这件事情，那感觉你是说转就去了。我觉得差别就是我是一个好学生，就是好学生，就是我会完成我该完成的功课。所以可能从一开始我拍第一部戏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演戏。那导演也很清楚嘛，所以他会给我一大堆的功课叫我去做，然后我就是一一把那些功课完成。我拍第一部戏，导演是说，那你现在从那边走过去，走3步的时候停下来，然后你往回头看。你看他的时候，你要先看他的眼睛，然后想一下，就是他是给我非常精准的这些指令，所以我觉得是完成那些功课而已。所以你之前在拍戏真的是走3步回头看人家眼睛这样？第一次的
第一次拍戏的时候，对，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就有一点在完成指令的过程当中演完一部戏。可是我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看很多导演要我看的电影，那我以前是从来不看文艺片的，我都看一些爽片啊、血腥暴力的那种。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哦，原来这是演员的生活，这是演员所看到的世界，然后那跟我原本世界实在太不一样了。那你做之前就知道自己喜欢这件事情吗？不知道，我是做了才知道。那你比较喜欢唱歌还是比较喜欢演戏？我以前会选唱歌，我觉得现在我比较不那么擅长唱歌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擅长跟人近距离的互动。然后唱歌是很需要跟观众在一起的，我会有点害羞。你说演唱会下面都是人，演戏旁边几个人这样？对。因为我那时候看你的那个经历，我觉得哇，你怎么做这么多东西？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人，也刚好是在你转换跑道的时候，心里都有萌生这个想法，但可能不敢，或者是心里有觉得我又没有做过这个东西，或者是我就是不是读这个系的。最近一直在问身边的人，你大学读什么科系？你现在做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关联性。对。那你在你的工作中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演员是一个疗愈自己的工作。怎么说？因为我可能在接触了某一些角色，你才会去想办法打开自己的，比如说童年的回忆啊，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创伤啊，或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成就感。有没有可以说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演2049的时候，我觉得每个角色都有啦。对啊，就这个角色是演一个小孩子被预测未来可能是杀人犯嘛。那这个爸爸他的选择就是要对他更严厉的控管，可能才1岁的时候有稍微失控的行为，我就会整个压起来。但你知道我们在跟1岁的小朋友对戏的时候啊，眼神稍微有一点点转变，对，他马上可以吓到哭。所以我都在想说，像我们这一辈的小孩都是可能在那个打骂教育当中成长，可是我有去思考说，我到底对于被打骂来管教这件事情是什么感觉？其实我非常痛恨就是被打骂这件事情，所以我才想办法当一个乖学生，比如说把功课完成，比如说考试考好一点，我就可以避免这件事。某种程度是为了恐惧去做事情。对对对，就是那是一个很矛盾的感觉，你又觉得你讨厌这件事，可是你又觉得好像我因为这样子被教育成一个社会眼光下的好。没有啦，就是好像大家因此就觉得有教出一个乖学生，因为他怕被打，所以我一直对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矛盾的看法。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事业上来讲好了，是因为你想要那根红萝卜所以往前进，还是你怕后面的鞭子？我现在是想要那根红萝卜甜。很贪心。红萝卜甜，我发现这也是一种心境的转变。对，长大的过程，从我为了要避免可能被打或者是成绩考不好有些后果，然后我要做这件事情，变成我终于找到我喜欢我要的东西了，所以我的目标很明确的，我要前进。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态，就是当我把我的责任完成之后啊，就不会有那根鞭子了。我完成这些责任，除了怕被打，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怕被管教。我觉得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最大的心态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学校成绩越好，我爸妈就给我越大的自由，我可以强烈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对，那这样子的教育理念是好或者是不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人而异啦。对，但是因为我每个假日都是跟我爸妈说我要去图书馆念书，可是国中生我可能晚上11点才回家。可是为什么要那么晚才回家？身为一个妈妈，我不能接受国中生儿子11点回家。好，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我其实就跟朋友在聊天，男生还是女生？一群人。我就是会这样问我儿子的妈妈，真的我都会假装关心他，说：“你今天在学校做什么？那你左边跟右边分别做了谁呀？男生还是女生？”我会假装跟他当朋友，但是其实那个背后是恐惧还是爱呢？我是恐惧啊。恐惧什么？因为我怕他太早离开我。但是你为什么要怕他离开你？就会觉得我这么爱一个人，对，我就会担心有一天
不在，然后我旁边人都说你不要把他抓那么紧，所以我一直在试着就是要离他远一点，但是又好像我们是好朋友这样子。但是说回去，你刚刚那个，你功课越好，父母给你越多的自由，其实你对于自己的掌控是交给外人的，就是你的掌控是交给外人，但是你现在是你掌控自己做得很好，所以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我看到的是一个控制的转移，就是我现在在控制我自己。对，你掌握你自己的人生，跟掌握在别人身上，因为你做的好不好这件事情是别人在打分数，是你爸妈在可能看着你成绩单觉得掌控权的一个转移吧。我觉得这个我相信每个人啊，迟早都会经过这个阶段。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蛮遗憾的，就是你可能一直会找不到心里内心的那个动力。我觉得我对我父母的感受很快就脱离我是小朋友这样子的概念，可能国一国二我就知道说，其实当父母也真的不容易。他们怎么发现的？因为我以前小时候都觉得我的父母是，尤其是我爸爸啦，我觉得我爸爸是无所不能。就比如说他是学科成绩很优秀，什么道理都懂，体育又很优秀，是很仰慕爸爸的。对对对，我觉得我爸是英雄。可是有一天我在念国中的课本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类似理化或是数学，然后我就问我爸，然后他就卡了一下，他还是把那个课文讲完，可是我后来发现他讲的有一点小错，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即便我觉得我爸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他一定也有他不擅长的地方，然后我才去想说，如果我对于父母的教育有什么认为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好的，或者我不喜欢的，我渐渐就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是第一次当2个小孩父母。是我出生之后，因为我有个哥哥，对，然后他们在每一件小朋友遇到的状况下，他们可能都是第一次经历。当然，这个是我刚后面讲这些，不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意识到，是慢慢的去意识到说，其实我不应该给父母一个这么沉重的压力，说他们就应该要理解所有事情，或是他们要懂得教小孩，要懂得教育培养。我觉得那些都不是父母应该要承担的包袱。我听了其实超感动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当妈妈之后去咨商我才了解到，就是咨商师会一直跟我提到，因为我一直到最近我在看我爸妈，我还是我爸妈在这里，我没有把他们当人看，我把他们当上面的父母在看，然后之后慢慢了解到父母有他们的限制，然后甚至父母就是人就是会做一些可能跟你不一样的事情，价值观跟你不一样，甚至会做一些你觉得错的事情。是以前一直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观念，是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把他们当人看。我没有看到他们的限制，而且我也不愿意接受我的父母是有他限制的。对，但是你有怎么样在小时候的时候表达吗？我没有，就是都没有。我一直都觉得他们讲的应该都是对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深蒂固，我内心的小孩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很信我父母。那我现在在当妈妈，儿子会问一堆问题嘛，我就会尽量有些不知道的，我就会说。妈咪真的也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找答案好了。我不是什么都知道，而且我做错事我跟他道歉，我现在就让他看出来，妈咪就是一个会做错事的人，然后也不是什么都会。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如果是小孩子自己要去发现，真的会有像你刚刚说，会有一点挫折，冲击。对对对，就是我以为我的父母是天，对，但是竟然他不是，我其实会有一点难过。我觉得你就是很成熟的地方，应该就是你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当爸爸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婚后当妈妈去咨商的事情了。就是父母有他的限制，然后把他当人看，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爸妈。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看我爸妈都很像小孩，就是有时候他们也会有脾气啊、任性啊什么的。但以前看不到这一点，以前就觉得爸爸妈妈他现在发脾气一定有他原因，殊不知他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而已。对对对，就他发脾气绝对是我有问题。我们现在演这个戏的名字叫做2049，然后它有3个单元，其中一个单元就是我跟邵雨薇演出。第3单元叫做完美预测，戏的背景时空当然就是在2049年嘛。然后完美预测意思就是说，你在有小孩之前，你就可以预测到小孩未来的状况，甚至会有画面给你看，很具体的让你知道他怎么杀那个人的，对，他杀的人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让我跟雨薇饰演的这一对父母有非常非常多的冲击。但是
最有趣的就是，当我们被这些预测的画面给影响了之后，我们就会回家去换一个方式管教我们的小孩。结果我们一换了那个管教方式，未来预测的画面就变了。所以我们不断的在修正我们的管教，然后我们就也不断的在看到那个影片不断的改变。所以这当中有很多，我觉得父母跟小孩子的管教的互动，还有夫妻之间，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选择。现在那个很多新闻都写说我是什么家暴男什么的，在这个片里面没有任何的小孩受到伤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爱护小朋友演员。你有摔小孩吗？哦，我跟你说，因为他才1岁，他不可能我们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尤其我们有很多我们要骂他的戏，我们要骂他之前呢，我们都是先把真的婴儿放在位置上。然后我们先用最和颜悦色，因为我们眼神都不可以凶啊，我们就说你再这样我要打你咯。是先用这样的方式把所有东西演一遍，然后再把小孩移走，然后对一个绿色娃娃，你再让我打你，再演一遍，然后就真的打，然后是打绿色的嘛？是打绿色的布偶，你知道，因为打绿色布偶没有那个肉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打绿色布偶，其实在打自己的手，其实才会有肉的那个反弹跟那个硬度。打1岁的小孩哦，对，家暴男，假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笑，那个宣传人员因为他才刚生小孩没多久，他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非常害怕。你会被妈妈讨厌啊？当然你就抱着那小孩，没事，uncle 是演的。对。那如果家暴小孩这个东西就不讲的话，如果算命的说你以后就有可能会离婚，你还会结婚吗？会啊。但是你在结婚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想说，那怎么办？我要做尽一切的东西，让我自己不要离婚。我觉得情侣交往也会分手，就是如果离婚是最好的选择，那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婚姻当中？我们博宏讲的非常好。那什么时候开始播？10月16号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会在台视跟 MyVideo 播出。那星期六晚上11点半会在 Netflix 播出，然后它一次是播3集，1集30分钟。那之后还会在东森戏剧还有东森超市都有播出。希望大家可以锁定2049。然后妈妈就是先把小孩哄睡再去看。哦，对，我在这边呼吁，就是所有的妈妈，先不要让小孩看到这一段，我怕小孩看到我也会害怕，对。以后就是小孩不睡觉就拿出你的照片。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